我们在多伦多 downtown 的移动策略是住在 Kipling 附近的 hotel， 每次去 downtown 就把车停在车站的停车场，再搭乘地铁去目的地。停车费因为是 flat rate， 加上交通费会比在市中心开车便宜，也比较容易控制时间。多伦多很多停车费都可以在机器上操作，输入车牌号码和预估时间，用信用卡缴费就可以了。Kipling 除了是地铁站，也是火车站，所以进入车站后，按照沿路的标示走，就可以找到搭地铁的月台。TTC 有一个对我们外国人很方便的地方，就是现在可以用信用卡直接进出站，不需要买交通卡，也不用事先买票。虽然我的朋友是说搭惯了台湾的捷运，怎样都无法适应多伦多的地铁，但我觉得搭乘体验还可以，无论是车站或是车厢都比美国干净。地铁上也有显示哪一侧开门，有的还有地铁路线的行进指示灯，可以知道自己现在到哪里了，还有几站要准备下车或是换线。不过另外一点比较不好的地方是地铁很容易 shut down， 这次我们也体验了一次，因为不熟车站名称，报告时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影响，这时候就要使用大绝招，直接去官网看最新消息，才知道是哪一站有问题。我们从 King Station 下车，往 St. Lawrence Market 走去，路上会经过当地一个有名的建筑，叫做 Gooderham Building， 建于1891年，当时是作为办公室使用，风格是混合罗马和新哥德式建筑，但最具代表性的地方还是占地三角形的街区和熨斗形的设计。Google Map 显示暂时关闭，看起来平常也没有再开放进入。St. Lawrence Market 是多伦多最具代表性的市场，从1803年就已经存在。现在 St. Lawrence Market South 的建筑是在1845年作为市政厅使用，市政厅搬走后扩建，1902年正式作为市场使用至今。里面有面包、甜点、蔬菜水果、肉铺、海鲜、干货、腌制品、厨房用品等，还有许多熟食，甚至连纪念品店都有。可能因为多伦多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，有的店还有不同的语言标示，有的店重量不只放公斤，也放了英镑。其中有的肉铺还很贴心的放了肉的各部位名称，方便购买。Isn't that the way they say it goes? Well, let's forget all that and give me the number if you can't find it, so I can call. 有一家意大利面店，连意大利面本身都是现做的，诚意满满。不过我们比较想要吃海鲜，挑了一家当地网友推荐的店。其实点餐没有真的很久，但是找地方坐下吃倒是不太容易。从楼上找到楼下，因为出门在外蔬菜吃得太少，所以我们都选择沙拉配鱼，都很好吃，但缺点就是这家不能使用信用卡。下午就前往另一个著名的景点 The Distillery， 它的前身是19世纪的酿酒厂。前面经过的三角形建筑就是它以前的办公大楼，当时建在这里呢，是因为靠近河道，方便运输到加拿大的其他地区。但到了20世纪后叶，因为地区的去工业化，这个酿酒厂很快就荒废了，一直到2003年才又重新整理后开放，变成文创园区。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是加拿大版的华山，所以它有艺术展品、餐厅、咖啡厅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商家，时不时也有表演。我们碰巧就遇到偶机上团的演出，会来这里其实是和朋友见面的，所以我们就只有坐在咖啡厅聊天，在外面稍微绕一下而已。配上维多利亚工业风格的建筑，
还是很值得来这里走走。Run 是多伦多 Downtown 排名前10的旅游景点，是加拿大最大也最全面的博物馆，可以说是加拿大一定要来的地方。里面的展览包罗万象，有考古、地理和地球科学、古生物、世界各地历史、艺术展品等。官网对于入场是建议要决定好参观的日期，并且先买好票。看了购票的网站，如果提早买票的话，价钱会比较便宜。但因为我们不是很确定行程，不敢先买。但还好在我们住的 hotel 门口有 Run 的 coupon， 结账的时候还是有便宜一点点。门票没有限制进出次数，只要是当天扫 QR code 就可以再进场，所以中午出来觅食再回去继续逛就可以了。其实我大概10年前有来过一次，是被恐龙吸引来的，但这次恐龙馆在整修，所以恐龙能看到的感觉比以前还要少，动线也不太顺。恐龙以外的部分，除了大到走到腿软，就是馆藏太杂到迷失自我。我其实不是很懂这间博物馆的设计逻辑，从濒危生物跳到恐龙，从中古世纪又跳到巴比伦，抓不到那个 connection， 最后连相机都懒得拿出来了。不过馆藏是真的很丰富，一定要留1天的行程，不然真的是逛不完。这里还有一个镇店之宝木乃伊，不过太多人在瞻仰遗容，就没有帮他留下遗照。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除了用在婚姻，套用在职场上感觉也蛮贴切的。这次是要说个某次生日聚餐的小插曲。那天是要帮小老板庆生，他比较晚到，结果一进来发现没位置，一位大概65岁的阿姨就对他说：“来，你可以坐我腿上。”当下我整个愣住，这是什么操作啊？当然30岁的小老板没有真的坐上去，但想想看，如果今天换成是男性长辈对女性晚辈说同样的话，就很恐怖了。不过在美国，女性长辈和男性晚辈说这样的话，也绝对是性骚扰了。在加州，所有公司员工每2年都要上性骚扰防治的课程，还要通过测验。这位阿姨常常很自豪地说，自己以前在银行做了20-30年，还是银行被并购时最后留下来的员工。但她怎么会说出这种明显有问题的话呢？本来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，没想到几个月后，这位阿姨突然来教训我，说我平常跟小老板讲话态度很有问题，还说我应该要学他，然后就举了那一次请小老板坐他腿上的玩笑当成示范。当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反应，心里只想，他知道自己讲的那句话其实已经构成性骚扰了吗？这区的展品很多是当时从欧洲大陆移民到美洲的物品，保留了中世纪流行的家具和生活用品。不过里面最不能理解的物品大概就是铁窗了。为什么会有人带着铁窗移民？